为了给学生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，老师当场把班里最漂亮的女生锯成了42块。生きてた。どうします先生。急げ。在一次再平常不过的野外实习课上，高木老师宣布了规则后，开始自由活动。可就当所有人都跑开的时候，富江却一个人来到了高木面前。她生得极其漂亮，性格却高傲刻薄，男生们看到了流口水，女生却因为嫉妒不断的窃窃私语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富江接下来的一番话更是震碎了三观。先生が一番わかってるでしょ？私妊娠してるらしいんで。这份禁忌成了悲剧的导火索。富江话音刚落，背后就传来了山本的声音。两人早就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因此富江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的监视。他冲上去就是一记耳光，可就在混乱当中，富江的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突然就失去了平衡。富江，大丈夫か？富江。山本亲手害死了女友，瞬间就慌了神。他想掏出手机报警，却被高木及时拦住。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老师，此刻脸上只剩下了阴冷和算计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，一旦报警的话，即使责任都在山本，自己也会因为师生恋而身败名裂。他抬头看向闻声赶来的同学，一个疯狂又恶毒的计划瞬间成型。おい男子、今日は技術の授業があったな。女生们想起了富江的趾高气扬，心里积压已久的嫉妒也悄然间冒头。最后众人达成了一致，男生合力将尸体肢解，女生则守在四周站岗放哨。高木找来了钢锯，可谁也没想到，此时的富江根本没有死透。经过一番钻心的剧痛之后，突然就发出了一声尖叫。一次意外事故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集体参与的活人屠杀。高木煞有介事地向大家介绍了人体的各项组织，并把尸体精准地分成了42块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对应全班的42名学生。紧接着，他下达了命令，尽快去河里清洗身体。离开的时候，每人必须带走1块，自己去找地方毁尸灭迹。这一招真可谓机关算尽，所有人都被牢牢绑在了同一条贼船，人人手上都沾了血。一旦事情败露，那就谁都脱不了关系。这就是群体犯罪最无解的地方。当责任被分摊到每个人头上，罪恶感就会被稀释到几乎为零。靠着这些自我安慰，一群普通的学生心安理得地完成了暴行。他们默契地保守着秘密，依旧回到学校上课说笑。为了掩饰的不留痕迹，高木还当着全班的面开启了追悼会。他暗示大家，只要警方找不到尸体，这起案件一定会无疾而终。因此从现在开始，大家就必须建立一种互相监视的机制。可话音刚落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从门外传来。顺着方向望去，所有人都顿时惊得瞪大了双眼。富江的出现让大家陷入了恐惧，高木老师首当其冲，他强压着恐惧来到办公室，试探性的询问对方到底是谁，甚至自我安慰，或许富江还有个双胞胎姐妹，可得到的回答却一如既往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。やめたまえ。先生。おい。卒業したら一緒になってくれるんでしょ？富江、話すんだ。教室里的同学们还在议论纷纷，突然看到有人急匆匆地跑来报信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刚才高木老师突然神情大变，现在已经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所有人陷入恐惧的同时，也开始了纷纷猜忌。可他们又怎么会明白，那具被亲手剁碎的尸体从来都不是一个女孩，而是一个永远也杀不死的诅咒。李子是全班为数不多的清醒者。放学后，他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这时，富江突然跟了过来。虽然和老师的恋情被曝光，但也不至于像个瘟神一样，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。李子没有心情回答，因为眼前的地方也让他陷入了恐惧。再看向富江的那张脸，记忆的闸门突然就被打开。他这才明白，那天分到的尸体就像一颗种子，无论丢在哪里，都会长出一模一样的富江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突然将他拉住，定睛一看，才知道是山本。原来他也受够了永无宁日的愧疚与自责，正要去向警察自首。可高木早就建立了监督体制，两人的举动还是不胫而走。全班同学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追杀，终于在不久之后将二人逼到了墙角。逃げられると思ったか。あれほど説得したのに今更自首などと。
逃がさんぞ。山本！何やってるの？あなたたち。平庸之恶也是恶。冰山破裂的时候，没有一片冰块是无辜的。当一桩杀人分尸的重罪被拆解成42份罪行，每个参与者的负罪感都会被集体无限稀释。这种责任分摊的心理，能让一个普通的学生很容易就突破道德底线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心中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想法，都会随着富江的身体而不断增值。不管是男生的觊觎，还是女生的嫉妒，本质上都是自身欲望的拉扯。有人试图用暴力压抑，可得到的却是更多的执念，也许会有暂时的折服，可只要遇到适合的土壤，那些欲望终究会重新破土而出。